一位英國通靈師把整個2026年扣成了9張蓋着的牌，第1張伊朗，第2張俄烏，第3張英國政壇，第4張歐洲重心，第5張街頭動盪，第6張拉美，第7张古巴，第8张中國，第9章英国王室與醫學。他並不是路邊擺攤的，他叫克雷格·漢密爾頓·帕克，1954年出生的英國人。維基百科上白紙黑字寫着，他在2016年押中了脫歐，押中了川普當選，2019年還押中了梅伊會下台，換強生接手。可為什麼偏偏翻到寫着中國的那第8章的時候，整個華語圈忽然就炒成一鍋粥？有人說牌早就開了，有人說連掀都還沒掀。8個多月過去，這副牌已經翻了7張半。哈米尼死在2月的最後一天，斯塔默6月辭職，波爾多的森林燒掉42000公頃，古巴一口氣通過176項市场化改革。所以他究竟是提前看見了劇本，還是我們自己在事後帮他把牌一張一张对进去的？一張預言要寫得多模糊，才可以永遠不輸。而最可怕的是，那張蓋着中國的第8張牌，根本不是2025年年底跟另外8張一起蓋下去的。今天我們就一張一張翻，命中的翻，沒中的也翻，翻到當場冒煙的更要翻。翻完你會看見一件很涼的事，這副牌裡凡是寫了日期、寫了地點、寫了人名的，幾乎全部撞牆；凡是寫成結構性調整、重大轉變這種話的，全部看起來神準。而第8張正好是9張裡面最模糊的那一張。先把牌桌講清楚，發這副牌的人，我們今天就叫他末日莊家。這位末日莊家從1995年開始出版，到現在寫了31本新時代主題的書。2004年還上過 BBC 的靈媒節目。英國小報叫他末日先知，也有人叫他新諾查丹馬斯。他自己說，他的訊息來自通靈，來自解夢，還來自印度的納迪葉古籍。這個牌場聽起來很唬人，對吧？但這裡要先講一句誠實話，9張底牌這個牌法不是末日莊家自己排的，他年底發的是一支長影片加一批文字預測，媒體再摘成5條7條，華語圈的頻道才把它整理成9張牌，一張一張攤開來對。所以我們今天講第幾張，講翻開，都是後人替他排的順序，不是他自己發的牌。這一點先說在前面，不然我們自己就變成偷跑的人了。那這位末日莊家到底準不準？一查嚇一跳，他的翻車記錄跟他的命中記錄一樣長，維基百科上直接列着2016年美國共和黨初選，他一開始押的是傑布·布希，他講脫歐的時間點整整早了好幾年。2020年他押川普連任成功，還押拜登會退出初選，2張全滅。2024年10月他押哈利跟梅根會在2025年離婚，到今天2個人還好好的，所以他到底算什麼？所以我們今天不是来拜的，我們是來对账的。翻開一張算一張，敢不敢？第1張牌伊朗，這張牌是整副牌的開場副本，也是末日莊家押的最兇的一張。2026年2月24日，英國媒體 Tyler 刊出他的5條年度預測，其中第3條他講得非常死。他說，我相信這件事會發生在2026年3月，我們會看見非常精準的打擊，不只打領導層，還會打剩下的核設施。壓得夠死了吧？現在來翻2月28日，也就是那篇報道刊出的4天後，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在美國與以色列的聯合打擊中身亡。3月5日，英國媒體 LAD Bible 直接下標說，末日莊家的預言成真了。這算命中嗎？算，但要打個折。他說3月，事情發生在2月的最後一天，早了一天。而且更關鍵的是，他2月講，2月底就發生，這中間只隔4天。那到底是預言還是快報？我們自己心裡有數。但這張牌後面還在燒，時間推進到7月7日，伊朗在阿曼海域向3艘商船開火。7月8日，伊朗革命衛隊一口氣打了美軍在巴林與科威特的85個目標。7月9日，美國中央司令部回敬了大約90個目標。7月12日，革命衛隊宣布關閉荷姆茲海峽。8月10日，川普開條件說，伊朗要先賠償才有得談。8月12日，川普直接宣稱美國控制荷姆茲海峽，伊朗回嗆說這場仗可以再拖下去。這一連串夠不夠升級？所以第1張牌翻開來是亮的，中東升級這件事，末日莊家押對了。可是我們也要誠實，2026年年初，全世界哪一個地緣分析師沒在講伊朗？押這張牌的難度跟押太陽明天會升起來差不多。這是新手村等級的送分題，這張牌準，但它不值錢，你懂我意思吧？
第2張牌，俄烏。這一張他直接梭哈，他說會出現一場出人意料的川普普丁協議，戰爭結束，烏克蘭收回大部分領土，俄羅斯只保住通往克里米亞的一條窄走廊。我們來翻2026年到今天，俄烏這個副本一次都沒有通關。4月11號有過一次32小時的復活節休戰，5月9號到11號又有一次配合勝利日的短暫停火，都是打3天休1天的等級。俄羅斯明白拒絕了沿現有戰線停火的方案，堅持要先解決整個頓巴斯的歸屬。烏克蘭則說絕不單方面撤出頓巴斯。目前俄軍實際控制整個盧甘斯克州，烏克蘭手上還握着頓涅茨克州大約 19%。2月的时候，烏軍在扎波羅熱反攻，拿回大約100平方英里，那是2023年以來第一次单月收复大於失守。這叫做戰爭結束嗎？所以呢，收回大部分領土沒有，川普普丁的意外協議沒有，窄走廊沒有，這一章沒開，而且這一章沒開的非常有教育意義。你發現沒有？第1章伊朗他寫的很模糊，只寫升級，結果亮了。第2章俄烏他寫的很具體，寫了誰跟誰談，寫了地圖上的一條窄走廊，結果黑了。同一副牌，同一個人，隔壁2張一亮一黑，差別就在他有沒有把話說死。這個規律等下會像鬼一樣跟着我們，跟到最後一章。所以俄烏這張牌沒有辦法變成我們今天要一直講的那種牌，橡皮筋牌。橡皮筋牌要能拉，它得先有彈性，而克里米亞走廊這4個字硬得像鐵，拉不動就只能斷。你要壓具體的東西，就要有斷掉的覺悟，這是牌桌上最公平的一條規矩。可是我們的莊家們好像不太喜歡這條規矩，你猜為什麼？第3章跟第4張牌要一起翻，因為它們是同一件事的兩面。第3章是英國政壇，第4章是歐洲重心。末日莊家壓的是英國會先來一場金融崩盤，崩盤引爆政治崩壞，斯塔默政府在內鬥中垮台，最後民眾逼出一場提前大選，改革黨以些微差距領先。歐洲那邊他壓法國政治巨變，權力重心往波蘭移動。這一組壓得夠不夠具體？先翻英國那一章。2026年6月22日，斯塔默宣布辭去工黨黨魁，上任不到2年。7月20日，安迪·伯納姆進白金漢宮，成為英國10年多來第7位首相。政府真的垮了，是不是？看起來像不像神準？可是我們把翻開的牌壓在桌上看細節，就會發現這張牌其實只中了一半。斯塔默垮台的原因不是金融崩盤，是他任命曼德爾森當駐美大使，而英國媒體翻出曼德爾森跟已故性犯罪者艾普斯坦的往来过密，再加上5月地方選舉工黨大敗，壓垮他的是醜聞跟選票，不是股災。更硬的是後半段，伯納姆一上任就把提前大選這件事盯死了。他對 BBC 說，我就是要排除這個選項，還說選民不想在上次投票才過2年就再跑一趟投票所。英國媒體算得很清楚，下一次大選最晚要等到2029年，所以末日莊家壓的提前大選直接被新首相當面掐斷。這張牌翻開來，上半張亮，下半張黑，你算它中還是不中？歐洲那一張比較尷尬，法國確實在撕裂，波蘭的防務話語權確實在飆升，但這不是2026年才發生的版本更新，這是從2022年就開始跑的長期趨勢。你拿一張2025年年底才蓋下去的牌，去對一個已經跑了3年的趨勢，這叫做壓穩的，不叫做壓準的。這種牌等於掛機收成，就是我們今天要一直講的那種橡皮筋牌，怎麼拉都能套進去，你要怎麼判它沒中。第5張牌，街頭動盪。這張的原話是，全球街頭可能因為世界杯而陷入局部失控。翻開2026年世界杯在美加墨舉行，7月9日，法國在8強淘汰摩洛哥，倫敦西北的艾奇維爾路當晚爆發衝突，人群朝警方丟酒瓶、放煙火，1名警員被玻璃瓶砸中頭部送醫，4人以暴力失序罪嫌被捕。同一個晚上，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全部出動震爆警察，阿姆斯特丹有8個人被抓，海牙的警察被玻璃瓶招呼，這算不算全球街頭失控？有意思的是巴黎，法國政府當天在全國調了超過2萬名警力，光巴黎就8000人。結果那一晚，香榭麗舍大道上的畫面是法國國旗跟摩洛哥國旗一起插在車窗外，像街頭派對。7月14日，法國在4強0-2輸給西班牙。那場比賽在達拉斯打完，巴黎當晚也很安靜。所以到底誰在暴動？所以這張牌翻開來是什麼？是命中了火藥味，
但沒有命中規模，局部有，失控沒有。這是一張標準的橡皮筋牌。世界杯期間全球一定會有球迷鬧事，這是統計學，不是預言學。你要押這張，我建議你去買彩券，中獎率還高一點，不是嗎？第6張牌，拉美。原話是，美軍將深入拉美方向，對特定網絡展開重大軍事行動。這一張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第1張偷跑牌。掀翻。美軍在拉美確實有一場叫做南方之矛的行動，由第4艦隊跟南方司令部主導，動用無人艦艇與無人機，對加勒比海與東太平洋的疑似運毒船只進行打擊。到今年為止，這場行動至少開火打過67艘船，累計死亡人數至少221人。五角大廈為他花掉大約8億2千萬美元。8月3日，美國陸軍成立了新的西半球聯合特遣部隊，接手南方之矛原本的任務。這不是重大軍事行動是什麼？看起來完全命中，對不對？慢着，南方之矛是什麼時候公開的？2025年11月13日，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親自開記者會宣布的。2025年11月，而這副牌是2025年年底才蓋下去的。也就是說，這張牌蓋下去的時候，答案已經印在全世界的頭版上了。這哪裡是預言？這是抄答案，而且是抄一份公開了1個月的答案。所以我們給這張牌一個名字，叫偷跑牌。偷跑牌的特徵很好認，它預言的事情在預言公開之前就已經是新聞了。你去查發布日期，1秒破功，簡單吧？如果現在請你3選其一， A 是他真的看見了未來， B 是他壓得夠模糊，所以怎麼樣都算中， C 是他根本在念今天的報紙，你選誰？先別急着回答，我們把牌翻完再說。第7張牌，古巴。原話是，古巴政權與結構將迎來歷史性轉變。這張牌翻開來，說實話有點嚇人。2026年6月17日，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一整包改革。隔天6月18日，古巴全國人民政权代表大會正式批准176項經濟改革，內容包括第一次允許私人企業僱用超過100名員工，允許個人同時持有多家企業，開放股份公司，開放原本禁止民間經營的行業。這是古巴自1959年以來最大的一次市場化鬆綁。這不叫歷史性轉變，叫什麼？可是我們把時間軸往前拉一格，就會看見這張牌其實是被人推倒的，不是自己倒的。2026年1月3日，美國對古巴啟動燃料封鎖。1月29日，川普簽署第1438-0號行政命令，對供油給古巴的國家開徵關稅。2月9日，加拿大航空因為缺油停飛古巴航線。5月14日，古巴能源部門宣布石油與柴油儲備完全見底。6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專辦的報告寫着，古巴的嬰兒死亡率上升到9%，農業產出掉了 60%， 旅遊業掉了 58%。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還有幾條路可以走？這就是標準的趁你病要你命。古巴不是渡劫成功飛升了，古巴是被斷油斷到只能拆自己的體制。那末日莊家壓的歷史性轉變算命中嗎？算，方向對了，但他壓的是古巴自己會變。翻開來的現實是古巴被掐着脖子逼着變，原因錯了，結果對了。這種牌你要怎麼算？先把偷跑牌這個概念釘死，因為它等一下還會再出現。它的破解方法只有一個，查發布日期，誰先誰後，1秒見真章。真正的陷阱其實在我們自己身上。人腦在聽故事的時候不會自動去對時間軸，你講什麼順序我們就信什麼順序。你上一次去查一则預言的發布日期是什麼時候？好，牌桌換人，話鋒一轉，第2副牌來自美國，發牌的人叫布蘭登·比克斯，我們今天叫他壁畫哥。壁畫哥是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的自稱先知，經營一個叫做末世的 YouTube 頻道。他真正出名是因為2024年3月15日的一支影片，他在裡面說他看見一顆子彈擦過川普的右耳，還比了手勢指出位置，然後川普跪倒在地。4個月後的7月，賓州巴特勒那場集會上，槍擊真的發生了，位置也真的是右耳。這一發直接讓他在英語圈爆紅，連英國的基督教媒體都寫專文分析他到底算不算講中。你要說這是巧合嗎？壁畫哥的東西比末日莊家更難對賬，因為他講的是意象，不是清单。華語頻道把他的內容整理成4幅動態壁畫，分別是枯萎的向日葵、銀盤上的毒火腿、勒緊網絡的黑觸手、裂開的太平洋火環。這4個名字很漂亮，但這是中文轉述者取的，不是壁畫哥自己講的原文名稱。
連牌面上的字都是別人幫他寫的。那我們到底在對誰的賬？第一幅枯萎的向日葵講的是大型教會與宗教體制走向內部腐爛與大清洗。翻開2026年7月，南卡羅來納州波利斯島的一間社區教會爆出一連串刑事案。事情從一位家長舉報開始，警方一查，7月20日前後連續逮捕了前牧師，他擔任教會行政的太太、教會附設學校的主任、教會的營運總監，還有一位70歲登記在案的性犯罪者。這個人長期以志工身分在有兒童出入的校園裡活動。檢方起訴的罪名包括共謀、妨礙司法以及讓兒童處於危險之中。那所開了25年的基督教學校直接關門，這算不算枯萎？同一時間，另一起更大的案子在打。根據美國司法部的起訴書，上帝國度全球教會的領導人大衛·泰勒被控在密西根、佛羅里達、德州、密蘇里經营電話募款中心，逼迫受害者無償超時工作，達不到目標就當眾羞辱、剝奪睡眠、扣住食物與住處，還有肢體暴力。這個網絡從2014年起募到大約5000萬美元。8月7日，底特律的媒體報道庭審現場的時候，這案子已經燒到了性剝削指控，夠不夠像壁畫哥講的那朵爛掉的向日葵？所以壁畫哥這一幅命中了嗎？慢着，先看日期。大衛·泰勒跟他的執行長布蘭農第一次被司法部起訴是什麼時候？2025年7月23日。第3名被告在2026年2月12日被追加起訴。又是一張偷跑牌。這件事在2025年7月就已經是美國司法部的公開新聞稿了。你在2026年說我看見教會要大清洗，然後指着一件已經審了1年的案子說，看吧，這叫做事後對賬，還是叫做預言？至於波利斯島那一起，那確實發生在2026年7月，這一段是真的往後發生的。可是美國每年爆出來的教會醜聞有幾十起，你押今年會有教會出事，這跟押今年會下雨有什麼差別？想都不用想，沒人會覺得這是超能力吧？第二幅銀盤上的獨火腿講的是美國、土耳其、敘利亞、法國、烏克蘭之間的暗中斡旋與衝突。這一幅我要老實講，我查不到壁畫哥的原始出處。中文轉述說2026年7月7日到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開了北約峰會，說馬克宏在同一天訪問大馬士革，並在4季酒店附近遇到2起爆炸。我沒有辦法用獨立來源交叉驗證這一整組細節，所以這一張牌我們今天不判，查不到就是查不到，我不會用難道不是嗎這種句子把它偷渡成事實。這一題材最容易死的地方就在這裡，節奏快就可以空心嗎？第3幅勒緊網絡的黑觸手講的是社群平台上的言論正在被無形的機器判官悄悄掐掉。這一張翻開來是4幅裡面最硬的。2026年8月5日Reddit 正式宣布一套叫做規則中心的審核系統，核心是大語言模型，它跟舊的關鍵字過濾完全不同。舊版是看你打了什麼字，新版是讀上下文、讀反諷、讀你故意拆開的錯字，然後判斷你這篇貼文的意圖違不違規。版主可以把它設定成標記待審，也可以設定成直接自動刪除。Reddit 在超過700個社群測試過之後，先開放給所有新建立的子版，預計今年稍晚全面鋪開。官方也明講，未來要讓它接手大部分自動審核機器人的工作。這是不是就是他講的那只黑觸手？所以這一幅算不算中？我的判定是中了气氛，沒中程度。壁畫哥講的是機器接管言論，現實是機器拿到了初審權，人類還握着複核權。這中間差的不是一步，是一整層。可是說真的，看着一個叫做規則中心的東西被交給大語言模型，我們心裡那股窒息感是誠實的。畢竟以前的過濾器只是一個很笨的系統 BOG， 你把字拆開就過了。現在這一版會讀你的言外之意，你拆字它照樣抓你。那它會不會抓錯？會。Reddit 自己的社群經理已經在公開講了，現在的模型還沒可靠到能撐住高流量的大版面，那平台會因此停下來嗎？為什麼？不知，絕對不知道。第4幅裂開的太平洋火環講的是環太平洋火山帶要進入強震週期，這是4幅裡面最危險的一幅，因為它看起來最容易中。我們來翻2026年6月25日日本九次外海 6.9 級，6月26日菲律賓民達納俄 6.5 級，7月1日岩手 6.0 級，7月28日下午4點27分
熊本 7.1 級。美國地質調查局給的規模是 6.8， 深度10公里，至少39人死亡，170多人受傷，将近30萬人被要求到避難所。8月15日凌晨5點58分，印尼弗洛勒斯島外海 7.7 級，深度10公里，發布海嘯警報，茂霧海岸測到1公尺高的浪，毛梅雷港一帶找到至少20人罹難。火環是不是真的在裂？看起來完全命中，对不對？可是這裡有一個很容易被拿去灌水的陷阱。6月底那場最慘的地震是委內瑞拉。6月24日，尤馬雷附近先來 7.2 級，39秒之後接着 7.5 級。到7月1日統計是大約2295人死亡，11200人以上受傷。這是今年目前為止死最多人的地震。那它算不算火環的戰績？可是委內瑞拉不在環太平洋火環上，它在加勒比板塊邊界，所以只要有人把委內瑞拉那一筆算進火環帶的戰績，那就是灌水。而全球每一年本來就會發生10幾次7級以上地震，這是地球的日常參數，不是誰的意向。壓地球會震，跟壓太陽會下山，差在哪裡？好，現在我們把翻開的牌全部攤在桌上，一件事開始浮出來。這副牌裡面，凡是命中的幾乎都長得一樣，他們都沒有日期，沒有坐標，沒有人名。中東會升級，古巴會轉變，教會會出事，地球會震。這種句子你什麼時候講都對，因為他們永遠不到期。這就是我們一路講到現在的橡皮筋牌，到這裡它的形狀才算完全長出來。橡皮筋牌自帶保底，它最大的本事就是不會斷，你要往哪邊拉，它就往哪邊長，這還能叫預言嗎？橡皮筋牌還有一個更狠的性質，它會反過來吃掉那些翻車的牌。一副9張的牌裡，只要有3張橡皮筋牌看起來準，觀眾就會自動把另外那些黑掉的當成雜訊。這叫做混吃等死型的預言策略。你只要在牌堆裡塞夠多不會過期的東西，就永遠不會被判出局。傻子才去壓那種明年1月1號就會被驗屍的牌。而凡是寫死了的牌呢，我們現在就來翻最狠的那一張。第9張牌，英國王室與醫學科技。醫學那半張我先講完，因為它是真的中了。2026年，阿茲海默症的血液檢測真的跨過了門檻。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核准了一款測血漿中磷酸化绦蛋白217與貝他類澱粉蛋白比值的檢測，是美国第一款獲准的阿茲海默症血液診斷工具。陽性結果有 91.7% 被正子掃描或脊髓液檢測確認。今年還有一項發表在《自然醫學》期刊上的研究，用指尖採血就能測出關鍵標記。337位受試者，這代表偏遠地區的人也驗得到。這一半真的中了。可是另外那半張呢？現在講王室那半張。2025年12月30日，一個專門揭穿靈媒的英國網站整理了末日莊家的2026年預測清單。第一條寫着什麼？寫着查爾斯3世可能在2026年2月過世，威廉5世登基。同一份清單裡還有威廉會剝奪哈利、梅根跟安德魯的王室身份。現在來翻2026年6月22日，斯塔默把辭呈遞給誰？查爾斯3世。7月20日，伯納姆進白金漢宮接受誰的授權組閣？查爾斯3世。8月1日，查爾斯3世出現在蘇格蘭約翰·奧格羅茨的梅伊高地運動會。哈利在7月的一場公開活動上被媒體記錄下這句話：我爸狀況很好。王室醫療團隊給媒體的說法是對他的進展非常滿意。所以查爾斯死了嗎？沒死，活得好好的。他今年的公務量幾乎回到罹癌之前的水準。這一張翻開來是全黑的，而且黑得很難看，因為這是整副牌裡寫的最具體、最沒有轉換空間的一張。這樣還要幫他找台階嗎？而寫那篇打假文的作者唐尼斯，在2025年年底就已經把話講死了。他說末日莊家在做的事情叫做回收，說白了就是獨當重播。關於哈利梅根，關於王室健康的那幾條，都是2025年沒中的預測，換個年份重貼。他說只要改一下時間，再加點戲，故事就永遠新鮮。準不準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句話是在牌翻開之前就寫下來的，你敢信嗎？好，現在第8張牌，我們把它留到最後才翻是有原因的，因為這張牌是整副牌裡最貴的一張，也是最空的一張。先看他写了什麼。公開資料裡，末日莊家關於中國的說法大致是這樣的：中國正在進入結構性的調整週期，中國的經濟問題可能引爆政治動盪，而這件事會主導2026年的全球目光。他另外還講過，
中國會出現一場革命，開端是中共的終結，同時它也壓過中俄會聯手對抗美國。這幾句話裡面，你找得到一個可以驗證的日期嗎？現在來翻現實，2026年第二季，中國 GDP 成長率 4.3%， 是3年半來的新低，低於官方 4.5% 到 5% 的目標帶。6月的16到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是 14.9%。7月21日，彭博社的報道直接寫着，中國有落到 20% 青年失業的風險，而7月本來就是畢業季，失業率會衝到全年高點。通縮已經連續大約10個季度，是中國1970年代末走向市場經濟以來最長的一段。名目可支配所得成長 5.2%， 可是通縮跟資產縮水把購買力一路吃掉，這些數字夠不夠難看？再看管制面，7月31日，中國國務院發布出境入境管理條例，全文19條，9月15日施行。內容包括建立海外風險提示、逐案核驗出入境目的，以及对特定人员的出境限制。被認定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或技術安全的人，可以被限制出境。同一時間，中國也在勸阻民眾前往被列為高風險的國家。再看北戴河，8月3日，蔡奇受習近平委托到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專家，這是每年的固定動作。從8月1日起，7位常委與在中央任職的政治局委員集體從公開報道中消失，一直到8月11日還沒全部露面。這一段觀察來自新唐人、大紀元、看中國這幾家海外中文媒體。我要講清楚，這些媒體有自己的立場，官方從來沒有承認過北戴河有任何會議。10月要開的20屆五中全會才是可以查證的固定議程。那高層集體消失10天，到底代表什麼？好，牌翻開了，上面寫的是什麼？上面寫的不是崩了，上面寫的是更緊了。所有可以查證的東西都指向同一個方向，經濟在往下，管制在往上，人員在往內收。這是一個政權在加固，不是在瓦解。那是不是要崩了？沒有，目前沒有任何一份可查證的公開資料顯示中國出現了權力真空、大規模街頭動盪，或者主導了全球目光。那個高壓鍋的比喻很好聽，可是壓力表上的數字跟鍋子會不會爆，是不是兩件不同的事情？而現在，我要講今天這一整支影片真正的重點。這第8張牌根本不是2025年年底跟另外8張一起蓋下去的。末日莊家關於中國的預言最早出現在2012年、2017年跟2020年各補過一次。公開版本裡最有名的那一句是，他說中國會發生一場革命，他感覺是在台灣周邊海域發生某個事件之後被引爆的。同一批文字裡還有香港與蒙古的暴動，中國會出現一種基於孫中山理念的新式資本主義民主，道教與風水復興，西藏會成為世界的精神燈塔。這些有哪一條到期了嗎？看清楚了嗎？這張蓋着的牌已經在牌桌上躺了14年，躺到都躺出感情了。14年是什麼概念？2012年蓋下去的那一年，習近平剛剛接班，智慧型手機才剛剛普及到每個人手上，社群平台上還沒有演算法在幫你決定該看什麼。這張蓋着的牌從那時候就一直躺在那裡，中間經歷過反腐，經歷過股災，經歷過貿易戰，經歷過3年疫情，每一輪都有人跑過來拍桌子說，哎，這次是不是要開牌了？一張蓋了14年，內容是經濟問題可能引發政治動盪的牌，你要怎麼判它沒中？你判不了，它沒有到期日。中國經濟只要有1年不好，這張牌就再續約1年。這是整副牌裡最極致的橡皮筋牌，也是整副牌裡最安全的一張。它不是預言，它是一張永久有效的免死金牌。你說公不公平？而且它還會偷家。你想想看，2012年蓋下去的那句話，配上2026年7月的出入境條例，配上 4.3% 的成長率，配上 14.9% 的青年失業率，看起来是不是嚴絲合縫？可是這中間隔了14年的新聞，14年裡面任何一年的中國都可以拿來配這張牌。這已經不是偷跑牌了，這是把整個時代都當成自己的答案卷。這是多麼划算的一張牌，蓋一次收租14年。所以那個吵翻天的問題，2026年8月到底算不算開牌？我的答案是，這張牌根本没有開牌這個狀態，它是一張永遠翻不開的牌，因為它從來沒有寫過任何一個可以被推翻的東西。現在你再回頭看整副牌，規律就清清楚楚了。寫了日期的，查爾斯2月駕崩，全滅；寫了機制的，英國金融崩盤引爆政治崩壞，只中了政治崩壞，機制錯了；寫了結果的，提前大選，
被新首相當面掐死。寫了地名的，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到最誇張的一張，而寫成中國正在進入結構性調整週期的那一張。8個月後大家還在吵，它算不算中，荒不荒謬？越具體的牌越容易翻車，越模糊的牌越像神。這不是通靈的規律，這是語言的規律。那我們是不是就該把這整副牌掀翻走人？先別急，因為還有一張沒翻，而那一張是這副牌裡最詭異的。末日莊家在2015年的書裡寫過一段，說他從納迪葉的解讀裡看見一個國家被氣體雲整個籠罩，這個意象他放了10年，到2026年年初他把它收窄了。他說地點確認是日本，位置在北部，時間大約在2026年8月，放了10年才收窄，這是靈感還是修圖？8月，我們現在就在8月。先講一件被很多人忽略的事，2026年8月12日，這個日期本身就是一個天文事件。那天有一次日全食，全食带掃過格陵蘭東部、冰島西部、西班牙北部，還擦到葡萄牙東北角一小塊，是歐洲大陸自1999年以來的第一次日全食，最長全食時間2分18秒。8月28日還跟着一次月食。美國的印度占星師喬尼派翠在他的8月預測裡講的就是這2次食相，加上獅子座主星軒轅14的影響，所以那些盯着8月12日的預言，日期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從星曆表上抄的。這一點知道了，那個神秘感是不是就掉了一半？至於華語圈流傳的那個版本，說末日莊家鎖定8月12日前後會有毀滅性的台海軍事意外，我必須誠實講，我查不到他的原話。英語圈的公開資料裡，我只找得到他把日本氣體雲收窄到8月，以及他曾經講過台灣海域可能出事，但沒有任何一份我能查證的來源把台海跟8月12日這個日期綁在一起。那個綁定是中文轉述端自己加上去帶風向的，查不到就是查不到。那台海這幾天實際上發生了什麼？台灣的漢光演習從8月5日打到8月14日，是今年規模最大的軍事演訓。美國通過了11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包裹，賴清德要追加大約40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案子卡在立法院，摩擦有，緊張有，但沒有毀滅性的軍事意外。那8月12日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沒有意外，演習照打，日子照過。日本那邊呢？這裡就精彩了。8月14日，日本氣象廳把熊本縣阿蘇山的火山警戒從第2級提高到第3級，理由寫得很清楚，火山性震顫從星期3晚上7點左右開始增強。而火山氣體排放量在當天的現場調查中超過每天2000噸。氣象廳呼籲中越第一火口周圍大約2公里範圍內要警戒大型噴石與火山碎屑流。這是不是他講的那朵氣體雲？看到了嗎？8月，日本，氣體，3個關鍵字全部命中。可是我們把牌壓在桌上，用放大鏡看。第一，阿蘇山在熊本，熊本在九州，那是日本的南部，不是他說的北部。第二，那是火山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增加，是局部的火口警戒，不是一整個國家被氣體雲籠罩。第三，氣象廳的官員被問到這跟7月28日那場7.1級地震有沒有關係的時候，回答是沒有明確數據顯示地震導致火山活動增強。第四，同一天8月14日，日本千葉縣正在被破紀錄的暴雨淹，8個人死亡，1個人失蹤，至少170戶受損，1200多輛車困在路上。這一天的日本還缺什麼災？所以這張牌翻開來到底是什麼？是一張擦邊球，詞對了，月份對了，國家對了，地點錯了，規模錯了，機制錯了。而人的大腦最要命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們會自動把對的部分放大，把錯的部分歸檔成細節問題，這叫做確認偏誤，不叫做應驗。如果現在再請你3選其一， A 是他真的看見了阿蘇山， B 是他壓了一個火山國家的火山活躍計， C 是我們自己拿新聞去湊他的意向，你選誰？好了，翻到這裡我們也不能只打一邊，誠實這件事是雙向的，所以先講對他們有利的那一面。這2副牌裡有一張我到今天還是拆不掉，就是壁畫哥那顆擦過右耳的子彈。那支影片的時間戳蓋在槍擊發生的4個月之前，當時世界上根本沒有這則新聞可以抄，所以它不是偷跑牌，查發布日期這一招在這一張上面完全失效。我還要承認一件更麻煩的事，今天这張成績單上的中不中擦邊全部是我在判的，判準是我自己定的，標準鬆一格就多2張亮牌，緊一格就多2張黑牌，所以你要不要順手把我這張成績單
也當成一張蓋着的牌，我這句話是認真的。好，那接着講對他們不利的。壁畫哥的翻車記錄比末日莊家更硬。他曾經說他在林裡看見一場撕裂地殼的大地震跟海嘯襲擊日本，連美國西岸的波特蘭跟西雅圖都會劇烈搖晃，5萬人瞬間喪命。還有版本把日期指到7月5號，沒有發生。他還說過美國新馬德里斷層帶會發生規模10的地震，波及密蘇里、阿肯色、田納西一帶，死1800人，時間在春天。因為他看見梧桐樹的葉子正要冒出來。這一條的問題不只是沒發生，是地球上根本沒有任何一條斷層長到可以生出規模10的地震，規模的上限被斷層破裂，長度鎖死。專家給的評語是幾率趨近於0。他還壓過美元跟股市會在2024年大選後的冬天崩盤，大概在2025年初，也沒有這3張全滅的牌。後來有人拿出來對過賬嗎？更沉重的是，他自己在一支後來被刪掉的影片裡承認過，2014年他還在一間教會當清潔工的時候，給了那間教會一個經濟崩盤的預言，結果有人賠掉幾千美元，有人賠掉房子，一張沒中的牌，代價是誰在付？所以我們今天不是在證明預言是假的，我們是在證明一件更冷的事，這種牌局的賠率是不對稱的，押中1張，全世界替你剪影片，押錯10張，沒有人記得，而押錯的成本是別人的房子。這就是為什麼在這張牌桌上，最聰明的玩法永遠是打醬油。你只要押夠模糊，押夠多張，然後安安靜靜等着現實自己走過來對號入座就好。真的去押一個確切的日期，一個確切的坐標，那是找虐，因為那種牌一到期就會有人拿去驗屍。而末日莊家跟壁畫哥翻車最慘的每一張，剛好都是他們難得認真押的那幾張。你說諷不諷刺？順帶把最後一張沒對到的講完。末日莊家押過 AI 泡沫會在春天爆掉，還押過一個主要加密貨幣會崩掉最多 70%。 現實是什麼？6月23日前後，納斯達克100指數在科技股與晶片股的拋售裡蒸發超過1兆美元的市值， SpaceX 的市值跌破2兆美元，3個交易日掉了超過6000億美元。到7月28日，費城半導體指數第4個交易日下跌，一度跌 6%， 把納斯達克100從歷史高點拉下 9.7%， 差一點點才到 10% 的技術性修正，這叫破了嗎？所以泡沫破了嗎？沒破。爆在春天嗎？沒有。爆在6月底，這一張又是半黑半亮。而美國科技業今年到7月底累計裁掉超過17萬個職位，甲骨文一年砍了21000人，大約 13% 的員工。今年大約一半的裁員案例把原因指向 AI 或自動化，而歸咎 AI 的比例從1月的大約 7% 飆到5月的 40%。 有人說這證明了那位印度占星師講的高科技離職潮跟重回土地，可是查一下就知道，這是資本支出重組跟降本增效，不是集體務農。而且我要老實講，卡皮爾拉傑這個人是真的，他是有10幾年資歷的吠陀占星師，經營自己的頻道跟課程，但我查不到他關於2026年重回土地的原始說法出處，只查得到中文端的轉述，這一章一樣不判。查不到出處的東西，我們憑什麼判他中？好，收尾。到今天8月15日為止，這副牌的成績大概是這樣：伊朗中，但太好壓；俄烏沒中；英國一半；歐洲趨勢牌；街頭中氣氛不中規模；拉美偷跑牌；古巴方向中原因錯；王室全黑；醫學中；中國永遠不會輸，也永遠不會贏；壁畫哥4幅，一幅偷跑，一幅查無出處，一幅擦到邊，一幅是地球日常，日本氣體雲，擦邊球。9張牌翻完了，我們有比8個月前更知道未來嗎？而就在今天凌晨5點58分，佛羅勒斯島外海那場 7.7 級的地震剛剛發生，海嘯警報發了又解除，毛梅雷那邊還在挖人。這件事發生在末日莊家的牌桌之外，發生在壁畫哥的壁畫之外，沒有任何一張牌壓到他。真正讓人發毛的不是牌翻開來寫着什麼，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在自己的口袋裡摸出一張蓋着的牌，一張自己蓋的沒有日期沒有地點的牌，然後每天早上打開新聞找找看今天有沒有哪一條可以拿來翻它。第8張牌沒有開，第8张牌也不會開，他蓋了14年，還可以再蓋14年。至於我們就繼續坐在這張牌桌旁邊，一邊等一邊猜，
一邊把自己等成了牌桌的一部分。